看到堂姐的模样，崔月娥不再理她，将手里的药毫不犹豫地倒在了刘柱的伤口上。哼，真是个蠢的，谁的药都敢用。要是直接送走了刘柱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待在刘家。正在这时，就听旁边一个汉子大声叫了起来：不流了，不流了，血止住了。听到说话声，众人都看向了刘柱胸前的伤口，果然刚刚还冒血的伤口此时已经不流了。众人顿时惊讶不已，这是什么灵丹妙药不成？短短几息间就止了血。狗蛋娘顿时用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看着夏寒烟，她的药还真管用。刘老太和崔月娥也是一脸激动，血止住了，止住了，相公儿子有救了。夏寒烟见状上前握住男人的手腕把了下脉。众人见状也不敢出声打扰，就凭人家能拿出那么好的药，就说明人家有本事。大家就这么静静地看着。夏寒烟点点头，已经稳住了，只是这么深的伤口还是需要到县城医馆去处理一下，伤口这么深应该需要缝合。我叫夏寒烟，快去县城吧，我不过是举手之劳。他今天拿出止血药倒不是他有多善良能以德报怨，只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允许他见死不救，好歹是条人命。等人走了，村里又热闹了。没想到冷家这买来的媳妇这么厉害，看刚才那样子应该是会医术的。十里八乡的赤脚大夫那可是众人不敢得罪的人，大家得有多想不开去得罪一个大夫。人走了，夏寒烟也回家了。晚上夏寒烟蒸了白米饭，又做了糖醋鱼，他空间里的东西也能适当的拿出来点了。反正这些天都是他在做饭，其他人也不知道米剩多少，面剩多少。又是吃饱喝足的一天，冷家众人满足的早早睡了。谁知睡到半夜，突然听到了焦急的喊声，出来一看，原来是刘大娘和她的大儿子刘铁。刘婶子，这是咋了？大郎娘，我是来找大郎媳妇的，大郎媳妇在吗？大郎娘，我是来找大郎媳妇的，大郎媳妇在吗？大娘，您找我什么事？大郎媳妇儿，我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大娘，您不必这样，您说找我什么事？大郎媳妇，我求你去给我家刘柱看看吧。今天从医馆回来还好好的，可是刚才月娥跑来说刘柱突然发起了高热，吃了大夫开的药也不管用，眼下人都已经烧糊涂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行，大娘别着急，我去拿点东西，这就跟你去看看。冷大郎和冷三郎不放心，都要跟着一起去，夏寒烟便同意了。几人急匆匆出了门，直奔刘大娘家里。夏寒烟来到床边，看到床上的人面色潮红，嘴里还时不时地呓语着什么。夏寒烟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好热，看来是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热，这算是正常现象，只要及时退烧就行。将灵泉水倒一些到盆里，然后说：拿帕子给他擦手脚，还有额头和腋下。夏寒烟选了一根稍微长一些的针。这时冷三郎也抱着药碾子回来了。夏寒烟将曼陀罗从篮子里拿出来，递给冷三郎说：三哥，把这个给我捣碎。啊，好，我来吧，我力气大，捣得快。不一会儿曼陀罗就被捣成了泥。燕燕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了。拿过灵泉水滴了几滴进去后，便看着冷大郎说：大哥，喂他喝下去吧。好。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，男人便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夏寒烟试着叫了叫，男人没有任何反应。寒烟妹子，我相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没有反应了？放心吧，嫂子，他只是被麻醉了，暂时失去意识，1个时辰后会自己醒过来的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夏寒烟拿出灵泉水将伤口仔细清洗了一遍，幸好他有灵泉水能避免伤口发炎，不然还真不敢轻易尝试缝合术。大哥三哥，你们2个把蜡烛拿到我面前来。大哥三哥，你们2个把蜡烛拿到我面前来，尽量照得亮一些。啊，好。两人把蜡烛拿在手里，一左一右地站在夏寒烟身边。夏寒烟净手后，拿起绣花针开始在留住胸前的伤口上穿针引线。看得冷大郎和冷三郎目瞪口呆，感觉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再看刘柱却没有丝毫反应，好像一点都不疼。旁边崔氏和刘大娘也看懵了，这怎么还在伤口上穿针引线呢？这是要把伤口像缝衣服一样缝起来吗？这得多疼呀！两人虽觉得惊讶，不过并没有出声打扰夏寒烟。终于在半个时辰后，夏寒烟用剪子将头发丝剪断，再拿出雪凝露倒在棉布上，小心地擦一下伤口。众人凑近看着男人胸前的2道伤口，此时像是趴着2条大虫子一样，
看着都瘆人。寒烟丫头，这能行吗？这头发要是长在肉里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大娘，7天后我会来给她拆线，到时候会取出来的。拿帕子给她擦手脚，还有额头和腋下。烟则是将胸前的棉布打开，想看一下伤口。全部被打开后，夏寒烟傻眼了。这伤口也没缝合，眼下伤口又裂开了，应该是用了止血药，就直接用棉布包起来了。这伤口处理的也太潦草了，可眼下他也没有缝合的工具。宿主，空间的后山上有曼陀罗花，可以制作麻药哦。真的？可我也没有缝合的工具啊。宿主，那你只能用绣花针凑合一下了。除了线，其他都是要拆线的，用啥都无所谓了。暖宝，你把曼陀罗放在我的篮子里吧，我现在就要用。好的，宿主，已经放在篮子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三哥，你回去把我的药碾子拿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说完就跑了出去。夏寒烟又看着崔氏说：嫂子，家里有绣花针吗？有的，我这就去拿。不一会儿，崔氏便拿来了好几个型号的绣花，看着都瘆人。寒烟丫头，这能行吗？这头发要是长在肉里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大娘，7天后我会来给她拆线，到时候会取出来的。之所以这样缝起来，是为了使伤口更快的愈合，也是为了防止伤口崩裂。只要它没有太大的动静，伤口就不会裂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娘，我觉得寒烟妹子说的有道理，把伤口缝起来，伤口就不会一动就裂，这样恢复的肯定快。哎，是这么个理儿。不过这柱子咋一声不吭的，我看着都疼啊。夏寒烟没想到这两人接受能力还挺强的，一般人可接受不了。因为我给他用了麻醉散，他现在是啥知觉都没有，所以才会一声不吭的。等他一会儿醒过来，就会慢慢恢复知觉。这个药给他吃下去，这个是固元丹，增强体质的，能让他更快的恢复。还有这几天饮食也要格外注意，这些医馆里的大夫应该和你们说了吧？说了，大夫都和我们说过了，让饮食尽量清淡，少放油。最好是吃些鸡蛋、鸡肉、瘦肉、鱼肉都行，太硬的东西不能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寒烟妹子，今天真是多谢你了。你给我们用的止血药，我们去县城的医馆也看到了，大夫说那一瓶血凝露就要20两银子呢，竟然给我相公用这么好的药。来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别嫌少，等下来秋卖了粮食，我们一定报答你。啥？20两？他卖给医馆是10两，他们转手就卖了20两，那他是不是卖便宜了？等夏寒烟他们回到家，天都亮了。妍妍，天色还早，你忙了半宿，赶紧再去睡一会儿。对呀，媳妇儿，你再睡一会儿，你脸色看着不好看。好，那我去睡一会儿，你们也半宿没睡，也去睡一会儿吧。好。夏寒烟说完就回了房间，看到冷二郎已经起来了，正坐在窗子旁，听到动静，他立刻开口说：嫣嫣，是你回来了吗？是啊，二哥，是我回来了。嫣嫣，留住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好，嫣嫣真厉害，你忙了这么久，赶快去休息休息。那我去休息了。二哥，你不要坐太久，适当的出去走走，晒晒太阳，有利于你恢复。好，二哥知道了，你快去休息。好。夏寒烟说完，转身就钻进了被窝里，昏昏沉沉的便睡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冷三郎也走了进来，他也得睡一会儿补补觉。冷三郎睡得迷迷糊糊中，就听到有人在说话，他迷茫的睁开眼，就听到自家媳妇儿好像是做噩梦了。媳妇儿，你咋了？媳妇儿。此时夏寒烟正被困在梦里，他梦到原主了。你是想回到你自己的身体里吗？夏寒烟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问道。此人正是原主。夏寒烟见她貌似是想回到自己的身体里，试了几次都被弹出来后，女孩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为什么我回不去？明明那是我的身体。别哭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把身体还给你。不用你还我，我只是想试试看，看看能不能回去罢了。不用你还我，我只是想试试看，看看能不能回去罢了。眼下已经试过，看来我真的回不去了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是要去投胎转世吗？我很快就要走了，你现在魂体不稳，所以我才能靠近你，和你说话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的家人可能很快就来找你。来找我做什么？不知道，这些都是我感知到的。那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找你准没有好事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只是想让你帮我问他们一句，这些年他们有想起过我这个女儿吗？
好，我知道，我会替你问的。媳妇儿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了？他猛地睁开双眼，入眼便是冷三郎焦急的面容。媳妇儿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怎么了？你一直在说梦话，是做噩梦了吗？说梦话？我说什么了？你一直在说什么还给你啊，还给你的，别的我也没听清楚。听到冷三郎的话，夏寒烟这才放下心来，还好没说什么，吓死他了。没事的，三哥，我就是做噩梦了。啊，那就好，你刚才的样子可把我吓坏了。我已经没事了，三哥别怕。啊，那就好。你饿不饿？要不再睡会儿？我还不饿，我现在有些累，想再睡一会儿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见天光大亮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嫣嫣，你醒了？二哥，什么时辰了？已经4时末了。我睡了这么久。嫣嫣昨晚太累了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多睡一会儿也无妨。中午是夏寒烟做的饭，肉干已经晒干了，可以上锅蒸了。这个不着急，等做完饭再蒸就可以，不然锅都不够用。吃过午饭后，夏寒烟又喝了灵泉水，人已经彻底精神起来了。夏寒烟叫来冷大郎，他要上山。这次上山，他特意带了2个水囊，一个里面是稀释过的灵泉水，一个里面是纯净的灵泉水，这个是给小狼他们喝的。夏寒烟怕一会儿狼群来了会吓到冷大郎，所以提前和他说了狼的事。冷大郎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2人前脚刚上山，后脚狗蛋娘就拿着篓子也上山了。他倒要看看夏寒烟这个贱蹄子在狼牙山有什么秘密。这时夏寒烟脑海里突然传来暖宝的声音：宿主，身后有人跟踪你。跟踪我们？是谁啊？是你们村的狗蛋娘，她就在你们身后不远处的大树后面。夏寒烟转过头，果然就见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面露出了衣服的一角。夏寒烟也没有打草惊蛇，他倒要看看这人想做什么。2人顺着每次上山的路，直接就进了狼牙山深处。狗蛋娘顿时有些犹豫了，那里边可是有狼的，可这都跟了一路了，这时候放弃也太可惜了。狗蛋娘顿时有些犹豫了，那里边可是有狼的，可这都跟了一路了，这时候放弃也太可惜了。夏寒烟他们都敢进去，他有什么不敢的？走了一会儿，就看到一片柴胡，夏寒烟赶紧招呼冷大郎：大哥。怎么了，妍妍？大哥，这个是柴胡，这里有不少，你帮我一起挖，小心别把根挖断了。好。狗蛋娘在远处看着2人在树林里挖野草，一脸的疑惑，他们挖野草做什么？等2人挖完去了别的地方，狗蛋娘来到2人挖过的地方，蹲下身看了好半晌，怎么看都是野草，他们挖这个干什么？难道是什么他们不认识的宝贝？如此想着，他便把夏寒烟他们挖的野草也挖了2颗放在篓子里，然后又继续跟着2人。突然一声狼嚎传入几人耳中：啊！狼来了！救命啊！看到狗蛋娘吓得撒丫子就跑，夏寒烟不厚道的哈哈大笑。妍妍，他是一直跟着咱们吗？可不是，跟了咱们一路了。你早就发现他了？狼群来到夏寒烟面前便停了下来。姐姐，我来找你玩了，这些都是我的小伙伴。小狼崽的声音传来，夏寒烟循声望去，就见小狼崽正趴在一只灰狼的背上。夏寒烟走过去，想把小狼崽从灰狼背上抱下来，可冷大郎却上前阻止了夏寒烟。妍妍，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是离远一些吧。夏寒烟这时才发现，冷大郎一直都绷着神经，高度紧张防备着他们。大哥，你放轻松，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，放心吧。姐姐，你身边的哥哥怎么换了？上次那个哥哥呢？上次那个是我三哥，这个是我大哥，他们是兄弟。妍妍，你是在和他说话吗？你能听懂他说话？是啊，大哥。那他是在问我吗？是啊，大哥，他问我身边的哥哥怎么换人了，还问三哥干什么去了。我能摸摸他吗？好吧，看在你是姐姐哥哥的面子上，让你摸一下。你快摸呀！我告诉你，一般人本宝宝可是不给摸的。听着小狼崽傲娇的语气，夏寒烟扑哧一下就笑了出来。冷大郎感受到手里毛茸茸的，于是便摸了好几下。这小狼崽手感可真好，白白胖胖的，一看就不缺肉吃。
夏寒烟去摘了几片大树叶，将带来的灵泉水分给他们喝。这个是给你的，这些是给你的小伙伴的。谢谢姐姐。不用客气，上次答应给你带水喝的。姐姐身上有这个香香水水的味道，要不是狼父狼母不同意她下山，她都希望以后就跟在姐姐身边了。姐姐，你要这个草做什么？这个不是草，这个是药材，可以治病的。那我带你去找，我知道哪里有这些草。真的吗？姐姐，你要这个草做什么？这个不是草，这个是药材，可以治病的。那我带你去找，我知道哪里有这些草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姐姐跟我走。走，带姐姐去找草药去了。狼叫声传遍山林，接着便跑了出去。而刚刚被狼群吓到撒丫子就跑的狗蛋娘，刚想停下来休息一下，就又听到了此起彼伏的狼嚎声，吓得他顾不得休息，立刻又朝着山下跑。一进村子就瘫软在地，得救了，他终于回来了，吓死他了。不过夏寒烟和冷大郎被那么多狼包围了，估计是凶多吉少了吧。叫他们没事去深山，活该。看到村里的乡亲们，狗蛋娘的一颗心总算是放回肚子里了。狗蛋娘一下子就哭了起来。我刚才上山碰到狼群了，吓得我赶紧就跑了回来。我还看到。哎呦，狗蛋娘，你看到啥了倒是说呀，话说一半咋这么急人呢？是啊，你倒是说呀，看到啥了？不过他还是要去看看才行。村里人报完了信也就都散了。冷三郎把曹春香扶回院子里，小声地说：娘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媳妇儿我们上次救了小狼崽，这次八成也是那群狼，如果是他们的话，媳妇儿和大哥就不会危险，这就去山上找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好，你快去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踏实，你快去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冷三郎说完就背着竹篓上山了。顺着每次上山的路，冷三郎直奔深处。而此时夏寒烟和冷大郎在小狼崽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座峡谷内。姐姐，你看那里都是你要的药材。天哪，这是捅了药材窝吧？夏寒烟赶紧蹲下身看看都有什么药材。天哪，他看到了什么？那是人参吗？还好几颗，发了。于是赶紧走上前，开始小心翼翼地挖了起来。大哥，你帮我挖这个草药。好。说完蹲下就开干，也不多问，就是干活。夏寒烟觉得冷大郎的性子更适合带他出来，人麻利话不多，不该问的是一句都不问。夏寒烟想了想，刚才狗蛋娘撒丫子跑下山的事，那人下了山肯定会和村里人说，家里听到他们遇到狼群肯定会担心。小狼崽，你去外面帮我看着点，看看有没有人上山找我们，要是有，你把他带来这里，回来我给你喝水。好的，姐姐，我这就去，姐姐放心吧。妍妍，你是怕有人上山寻咱们吗？别人肯定不会来，不过没准三哥会来，让小狼去接一下，省得找不到我们，平白让他们担心。还是妍妍考虑的周到。说完，两人又开始埋头挖草药。夏寒烟一边挖一边往空间里扔，暖宝会将药材种在黑土地上，再浇些灵泉水。眼看着黑土地上的药材越来越多，暖宝欢快地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，在空间里飞来飞去的。就在两人埋头挖的时候，小狼崽嗷呜嗷呜地跑了回来。姐姐，哥哥给你带来了。夏寒烟一抬头，就见一群狼身后跟着一个少年，正是冷三郎。夏寒烟站起来挥挥手喊道：三哥，这里。媳妇儿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冷三郎上前就抱住了夏寒烟。夏寒烟顿时手足无措起来，这怎么还抱上了？看到手足无措的夏寒烟，冷大郎握拳滴在嘴边咳了咳。听到动静反应过来的冷三郎赶紧松开夏寒烟。天哪，他是做了什么蠢事儿？怎么上来就抱媳妇儿呢？媳妇儿不会生气了吧？冷三郎小心翼翼地瞧了一眼夏寒烟，见夏寒烟正看着他，冷三郎顿时害羞地低下头，这一下就连脖子都跟着红透了。夏寒烟没想到这人竟如此纯情，这才抱一下就羞成这样。三哥，你怎么上山来了？夏寒烟赶紧转移话题道：这村里人听狗蛋他娘说你们上山遇到了狼群，娘不放心，这才让我来看看。我上来找了一圈没看到你们，正着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小家伙，然后我就跟着他来了。媳妇儿，咱们赶紧回去吧，不然娘该在家里着急了。行，我们这边回去吧。说完，三人和小狼崽告别后就准备下山了。转身刚要走，
夏寒烟就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。夏寒烟眼看就要和大地来个亲密接触，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。他睁开眼就见自己的腰被冷大郎握在手里，冷大郎一个用力，夏寒烟就被冷大郎给拉了回来。啊！夏寒烟又不受控制地砸在了冷大郎宽大而结实的怀里，他的双手此时正张牙舞爪地抓在冷大郎的胸肌上。夏寒烟只觉得手掌下面硬邦邦的，这手感也太好了吧。夏寒烟鬼使神差的就用力捏了捏，头顶突然传来一声隐忍的闷哼声。天哪，他在干什么？他怎么能摸人家的胸肌呢？夏寒烟立刻红了脸，都不敢抬头看冷大郎了。看到媳妇儿红得要滴血的小耳朵，冷大郎硬朗的脸上突然就多了一丝笑意。看来他这个小媳妇儿也不是什么都不懂。就在夏寒烟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脚下刚刚绊他的东西。咦，这东西怎么这么眼熟？夏寒烟蹲下身，用手将上面的土扒开，露出了一个红红的东西。这是地瓜吗？夏寒烟赶紧又往深处扒了扒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完整的红薯就被扒了出来。看着手里又红又大的红薯，夏寒烟笑得像个偷了腥的猫。看到夏寒烟抱着一个红疙瘩傻笑的模样，两个狼赶紧蹲下问他怎么了。大哥、三哥，你们快帮我挖这个，这里肯定还有。两人闻言就往深处挖，果然又挖到了，直到把冷三郎背来的背篓都装满了，两人这才停下来。夏寒烟看了看，下面肯定还有，今天先挖这些，改天再来挖。三人和小狼崽告别后就下了山。小狼崽一脸的忧愁，他的小伙伴们都好奇地凑过来问他怎么了。